消失的魔音，各位好，我是宏维，是玩出梦想的一名产品经理。欢迎来到第6期，也就是玩出梦想系列的第6期。在上一期第5期中，我们介绍了使用 VD 和达芬奇来进行 3D 剪辑协同，其中就提到了在玩出梦想 MR 的设置显示高级选项中，有一些关于色彩的设置。这一期我们就从这些设置展开，聊聊 VR 头显里一直以来被人忽视的一个事情——色彩管理。那在开始之前，先打一个广告。618期间，天猫商城上架玩出梦想 MR 个人版，价格15999，详情见评论区置顶链接。虽然商品页面是企业版的，但15999拍下发的就是国内个人版的，可以转区到海外购买 VD， 跟客服申请就行。那广告就到这里了，我们来聊聊 VR 头显的色彩管理。作为一个 VR180 视频创作者，在第一次戴上 Vision Pro 之后，我确实是感到很震惊。震惊的点在于 Vision Pro 的显示有着苹果设备一贯的色彩准确性，而这是在之前的所有头显上都没有见到过的。对于一个视频创作者来说，色彩准确性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希望自己在电脑、手机屏幕上看到的色彩，和我们在 VR 头显里看到的色彩是一样的，而不是偏色的。因此，头显的颜色显示需要校准到标准颜色，才能真实的反映视频内容创作者的准确意图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不得不提 Quest 3的色彩表现。其实 Meta 在 Quest 上做了比较严格的色彩管理，但总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。因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， Quest 从2021年的 Rift CV1 开始，一直使用 D75 的白点，而常见的显示器的标准一般是 D65， 也就是说，它默认的白点色温是 7500K， 这是一个比标准 6500K 更偏冷的色温。如果我在自己校过色的标准 6500K 的显示器上对一个视频画面进行调色，调成一个比较温馨的暖光颜色，然后放到 Quest 的头显上观看，如果刚好这个播放器使用了默认的色彩空间，那就会发现画面的暖光变得更冷一点。这其实改变了我想要的色彩倾向。可能对于游戏画面来说，颜色偏冷的问题不大，但对于视频创作者来说，这是不可忽视的。因此，我在剪辑 VR 视频时，并不会以 Quest 作为监看设备，因为它的显示并不是标准的色温，除非是使用 DLVR 这个可以手动修改色彩空间的播放器。这也是我在看到 Vision Pro 的时候惊讶的地方，它有着目前 VR 头显中最准确的颜色，而如果王梦想要实现同样的效果，是非常困难的。王梦用了2块京东方的 Micro OLED 屏幕，这块面板有着 96% 的 P3 广色域，亮度约为1200尼特，这是面板的原生数据。而就色彩准确性来说，它的颜色是非常不准的，不进行校色的话，无法用来进行严肃的图像创作。而 VR 头显和传统显示器不同的是，人眼是透过光机透镜来观看屏幕的。以王梦为例，眼睛是透过 Pancake 透镜来看到 Micro OLED 屏幕的。屏幕发出的光线在通过透镜之后，亮度和色彩都会发生一些改变。首先是1200尼特的亮度，在通过 Pancake 透镜之后，大约只剩下130尼特。然后颜色也会发生改变，比较明显的是色温会降低，颜色会发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使用 Pancake 透镜但没有校色的 VR 头显，看上去会是大黄屏的原因。因此，对于 VR 头显来说，校色是要在透镜之后校的，而不能像手机或者显示器一样只对着显示面板校色。VR 头显用的校色仪一般被称为人眼镜头，它用来模仿人眼透过透镜看到屏幕画面，采集数据用于色彩校准。用于校色的人眼镜头价格不菲，我们在重金购买了设备之后，也算是有了对 VR 头显进行准确校色的硬件环境，但随之就遇到了软件上的挑战。当我们准备好了校色的硬件基础之后，马上就发现了一些软件上的问题。因为头显校色依赖于芯片的软件协同，虽然王梦拿到了目前高通最顶级的 XR2 加 Gen2 芯片，但整个高通 XR 芯片平台更多的场景还是用于游戏。高通长期以来对于严肃创作生产力的场景并不关注，导致了芯片的校色功能并不完善。简单来说，高通 Gen2 芯片的色彩校准功能和色散校准功能共用了一部分模块，这就导致了要么色彩校准不彻底，要么色散校准不彻底，没有办法既完美的校准色彩，又完美的校准色散。
因此，我们在王梦的设置、显示、高级选项、色彩模式里有均衡和原色两个色彩选项。其中均衡只用到了部分校色模块，不影响色散校准；而原色用到了全部校色模块，但就会影响到色散校准的功能。那在这两个选项的使用上，目前我们只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取舍。均衡的亮度会更高，且不影响色散，但色准会差一点，只能做到德塔 E 小于5。而原色的亮度会稍微低一点，但色彩准确性会更高，可以做到德塔 E 小于2，但代价就是影响到色散校准功能。部分高对比的场景颜色边缘会出现伪色。那在校色之后，屏幕的色域会从原生的96 P3 下降到92%的 P3，也就是颜色的饱和度会有所缩限。在原色模式下，色温会是6500K， 也就是标准 P3 D65 模式，可以胜任严肃的创作场景。而在均衡模式下，色温则会更冷一点，且亮度更高一点。因此，如果你用它来进行图像内容创作，例如上一期第5期里讲的达芬奇 3D 剪辑，那我们的建议就是切到原色模式，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接近标准的颜色，不会偏色。这在目前市面上的头显里，可能除了 Vision Pro 之外，没有其他头显可以做到这一点。其实 Quest 也是很有竞争力的，但它的白点用了一个非常奇怪的 7500K， 丧失了作为标准监看的资格。感觉他们在色彩管理上没有想得很明白。当然，从用户反馈来说，有许多用户主要是玩游戏，并不关心色准；一些用户只想要一个更鲜艳的画面。因此，我们后续会考虑增加一个生动的色彩模式。在这个模式下，我们不会应用屏幕的校色文件，从而不会导致色域缩限。这样在生动下，屏幕面板就会以原生的96%的 P3 进行显示，虽然会导致色彩不准确，但画面会更加鲜艳。可能有的用户会更喜欢这个模式。这里顺便说一下王梦的色彩管理 API。那我们的色彩管理 API 主要还是适配 OpenXR 的扩展标准，它是由 Meta 主导的。这个扩展标准里有以下几种色彩空间，其中大部分是 Quest 的历史遗留接口，而对于王梦来说，真正有用的只有以下这3个 ：Unmanaged、Rec 709、P3。其中 Unmanaged 就是不管理，会以屏幕原生的色彩空间进行显示。那对于王梦来说，其实就等同于 P3 色彩空间，也就是当应用选择 Unmanaged 和 P3 时，就都会以 P3 色彩空间来进行显示，而选择 Rec 709时，就会将 P3 色域缩限到100%的 sRGB。像 DEOVR 播放器其实就适配了所有的颜色模式，在头显里切换 DEOVR 的 Color Space， 可以看到视频颜色的不同变化。那对于一般的 XDR 视频，其实应该用 Rec 709才是准确还原创作者意图的。如果播放的是 HDR 广色域视频，则可以切换到 P3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播放 Rec 709的 SDR 视频时使用 P3 或者 Unmanaged， 这样颜色会稍微饱和一点。VD 在适配王梦的时候，我们也对色彩管理进行了沟通。在 VD 的 Setting 设置里，有一个 Increase Color Vibrance 及增加色彩饱和度的设置。如果关掉这个设置，那画面就工作在 Rec 709色彩空间，或者说以100% sRGB 的色彩模式进行显示。如果打开增加色彩饱和度的设置，那就是以 P3 的色彩空间进行显示。VR 头显的色彩管理一直以来是被忽视的，而 Vision Pro 的横空出世改变了这一局面。我们很清楚自己和苹果的差距，尤其依赖于高通平台，我们能做的东西不多，有很多妥协。但我们还是尽力的去实现一个正确的色彩管理，以呈现准确的颜色，满足严肃创作生产力的要求，带给用户最好的体验。那最后再打一个广告，618期间天猫商城的《王出梦想 MR 个人版》限时15999，详情见评论区置顶链接。那这一期的分享就是这些了，我是宏维，是玩出梦想的一名产品经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